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在场嘉宾，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邱敏宽，宽哥。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川普才喊胜利，就是立刻翻车了。今天会来看到的是伊朗的最新动作，100枚的导弹射穿了以色列之外，还有亚马逊的云端金鸡母也遇袭起火。纳坦雅胡这回是不是也被打怕了？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也会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等一下会来特别看到是在川普今天早上台湾时间发表全国的演讲，大喊是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飞弹能力。那么没有想到呢，他的演讲才刚结束，伊朗是立刻是以最大规模的弹道飞弹齐射以色列，这是公开打脸美国川普所说的战果吗？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关心，伊朗联手了包括真主党、胡塞组织攻击飞弹基地，还有它的航母亚马逊云端设施，战争现在是已经变成全面来对抗美国体系了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跟以色列持续的打击民用的设施，反而是激起了现在可以看到伊朗的内部全民动员起来了。但是在此刻呢，纳坦雅胡突然间改口说，伊朗已经不再构成任何的威胁了，这是在为接下来要撤退。难道纳坦雅胡是在铺路吗？今天会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等一下我们会来持续的关心川普在早上发表的这场演讲，他在这当中呢，其实有说到他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飞弹能力，但是刚刚提到的嘛，就立刻遭到伊朗的打脸了。我们来看到伊朗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呢？一共是发射了大约是10枚的弹道飞弹，是创下开战以来对以色列的最大规模齐射，瞄准的就是以色列的中部地区。好，在这一场行动正式的已经攻击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伊朗还祭出了真实承诺4的第89波行动。这一次的行动不是单独的，他还联手了包括了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创下开战以来最密集，同时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报复性的打击。我们要赶快来看到哪一些地方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好，首先看到的是火力的规模创下史上最大的饱和攻击，超过了100枚的重型导弹，还有无人机编队一起，再加上200枚的火箭弹同步齐射，范围主要涵盖的就是从以色列的北部到南部的全境地区。打击的目标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多，有军事目标，有经济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包括了以色列的主要城市特拉维夫在内，美军基地里面还包含了巴林，还里面有80名的美军的地点也遭到了精准的打击。再来看到在科威特的一架美军直升机也被摧毁，阿联酋美军指挥中心这边也遭袭，而且最新传出一共是37人在这一场攻击当中死亡。航母呢，林肯号战斗群也是遭到无人机威胁，因此只好移开了。再来就是科技战的部分，位在巴林的亚马逊云端设施也遭到了攻击，所以可以看到一系列伊朗它的攻击力道还是非常非常强劲的。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将军了，川普不是才说吗？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飞弹能力，为什么伊朗是立刻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是打脸川普吗？另外看到了不只是伊朗的行动，还结合了真主党跟也门胡塞组织等等一同开火，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伤亡，可以说看起来已经规模越来越大了。伊朗为何现在看起来越战越强？李将军怎么看？其实伊朗不是打脸川普，根本就是看破川普的手脚。我们看到这次这个真实承诺第89波的打击是非常剧烈，超过100枚的重型导弹，还有攻击型的无人机发动攻击。那这些攻击准备绝对不是在川普讲完话之后才开始做攻击准备，而是在前一天已经做好各种的攻击准备。这个导弹的弹道啊，或者说相关的数据都已经输入进去，这个目标也都瞄准好了，只等你川普讲完话以后，我就发起攻击。那我觉得这代表什么？第一个，这个伊朗早就看破这个川普的手脚，甚至于他都知道你川普要讲什么话。如果说伊朗对川普今天早上的演讲会有所期待的话，他不会在昨天甚至之前
就已经准备好这么庞大的攻击，这么大量的攻击，事实上你要事前这个攻击准备的时间要一定要很长的时间。那我们看一下川普今天讲话到底什么内容会让伊朗就看破手脚？我想说，不只是这个伊朗看破手脚，连我们都觉得对他这场演讲这个没有任何了无新意，没有任何期待。他不外就是讲这些话。第一句，他就是他打了胜仗了嘛，他的川普赢学，他打了胜仗，摧毁了伊朗所有的这种，包括到军事设施，包括他的导弹，摧毁他，让他永远没有办法发展核武另外来讲，他还讲说是这个也让伊朗来讲新的政权可以更替。那第二个，他就是威胁其他的国家，威胁第一个国家叫做北约他的盟国，你们这个如果说不帮我们没关系，以后来讲我就要退出北约。那如果说你们需要用这个油的话，你们自己去荷姆兹海峡去抢去夺。那如果你们不敢去的话，就来跟我美国买。那第二个，他威胁的就是伊朗嘛，他扬言要如果你伊朗这个不接受他的这种和平协议的条件的话他要在2到3周之后将伊朗打成一个石器时代。但是我们看到，所以伊朗就依据这些话他就立刻发起所谓的攻击。那我认为这个川普会讲这些话，可能早在伊朗的研判之中。所以我说，这个伊朗早就看穿川普会发言的内容，早就做好这次攻击的准备。是。那我称之为这次攻击，在我们军事上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扩张战果是一场扩张战果的攻击行动。之前他已经将美国打得差不多，而川普讲这些话很明显的，他就是准备要脱身了，从这个伊朗战争里面脱身。但是这个伊朗这时候你脱身，就代表说你美国这场仗如果继续要打，你可能美国已经打不下去。但是伊朗利用你打不下去，你有这个不能说是败战吧，最起码你后继无力的状况之下，我扩张战果。这时候很明显，我们看到伊朗这时候会发动这么大一次打击，很明显的就是扩张战果。那川普后续来讲，我认为这次很明显，川普就很难从这个战争的这个泥淖里面能够脱身。会拖住他不让他脱身的，我觉得最起码有3个地区或国家会不让他脱身。第一个就是伊朗他就继续打你包括打击你中东地区美军的基地，打击你以色列，让你美国没办法脱身。第二个来讲，我觉得会让川普没办法脱身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如果说你美国走的话，这纳坦雅胡他自己独自要面对伊朗的导弹，还要面对北边黎巴嫩真主党，还有南边胡塞组织的攻击。就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这种国土纵深有限对，它很多战争资源已经投入这场战斗里面，它的拦截导弹数量也快要库存见底。那如果说是美国脱身纳坦尼亚胡真的会哭晕在厕所里面，他会不晓得怎么办。那第3个我觉得会不让美国脱身的国家就是波湾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我们看到昨天等一下我们也会讨论到，包括阿联酋，包括这些国家，他们都说要参战。其实很明显，因为我将我国家安全托付在你美国，那你美国这个惹起这场战争之后，你不能拍拍屁股搞一个跟烂尾楼一样的战争，你拍拍屁股又走，那以后你叫我们自己独自怎么去面对伊朗？我们本来跟伊朗还可以大家和平相处，大家共用波斯湾，大家共同可以通行荷姆兹海峡。那你美国惹了这场祸之后，那以后我们波湾这些鱼，我们怎么样通过荷姆兹海峡？所以波湾这些国家也不会让美国脱身。所以川普现在陷于这个进退失据骑虎难下一个局面。好，这个美国现在看起来在这场战争里面是脱不了身了，那川普只好赶快的自己个人就宣布了胜利。那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伊朗持续的扩大它的战果，刚刚讲了嘛，除了持续的轰炸美国相关的军事的设施、它的基地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经济的重要命脉。刚刚特别提到的，包括了亚马逊云端设施，它都敢碰这当中也有非常多的人在当中，还有这一场攻击，刚刚提到的，一共是传出阿联酋美军基地37人死亡。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争美国难以控制了吗？宽哥怎么看？来跟各位谈过去在老军武时代的时候，走的是飞机，走的是大炮，走的是坦克。所以过去的话，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啊、雷神啊、波音啊、莱茵金属等等的，这个叫做老的军工股。但没有想到现在的军工股呢，成为了 AI 了。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来看这次的一个战争这次的一个战争，如果我们去把美国目前所用的一个战术点线面全部都打开的话，空中的部分的话，它是在用低轨卫星，用的是星链的特殊的军规的光波传输系统。然
然后往下走的话就有预警机，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下走。那这是在推演的过程当中呢，想不到过去在做军事的一个推演的话，是几千名的军事顾问，他们就逐步的沙盘推演，用了几个月的一个时间，然后去把军事计划拟定出来。但这次呢就很刚好，各位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时间点是在2月27号当天呢？原来根据 Palantir 的一个演算那 Palantir 是怎么演算呢？以色列他们就害进了德黑兰他们的公路系统之后，他们整整汇集了10年的资料。他们汇集了10年的资料的过程当中，就把各个车队，包括了哈米尼，包括所有的军事的人员等等的，所有的全部都算出来之后，然后摩萨德他收到了一则讯息，这则讯息就是在斋戒月的中间，请各位记得2月的时候刚好是在回教的斋戒月，白天是不准吃饭的，但是公务还是可以做。所以所有的人，他们就到哈米尼的家。哈米尼家当中有哈米尼，有他的太太，有他的女儿，有他的女婿，还有他的孙子。然后所有的军事人员全部都进去之后，想不到美国跟以色列这时候出击了。出击完之后，各位你就想，哈米尼当场就死亡，全家也都死亡，40名的军事将领死亡。所以后面为什么伊朗会反击？反击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现在简单的说，第一件事情先做一个小总结。现在新的军武时代 ，AI 已经是军武了。为什么呢？原来 AI 可以判读很多事，但中东这件事情来到这地方特别的麻烦。为什么特别麻烦呢？我们台湾在 AI 当中是台湾 AI 冠天下，可是我们的冠天下是硬体冠天下。AI 它的应用当中，就是用这些硬体去衍生出很多的一个软体，做出所谓的 AI token 之后，它会有很多的应用。那这次应用当中呢，刚好在阿布达比，它有3座Amazon 的资料运算中心。目前在以色列辉达有一组研发中心 ，Intel 它还有2座晶圆厂。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为什么后来杜拜跟阿布达比被攻击完之后，哇，这个出现的问题非常严重了。为什么出现问题非常严重呢？现在有几个问题，我先谈2个。第一个，未来的资料中心旁边要不要放爱国者飞弹？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这是因为现场被攻击完之后，台湾的工程师已经回来了，所以大家有在网络上聊的过程当中，因为台湾去修复的工程师他有说他们就说这个以色列的无人机还真的挺厉害的。为什么呢？一般的资料中心它是非常坚固的，为什么很坚固呢？里面的机台动辄一台是400万美金，一次的一个阵列各位是几百台，所以里面很珍贵。可是很珍贵，因为里面有很大的电、很大的热，所以它必须有一部分的管子要延伸出来，干嘛呢？散热。所以这些散热系统呢，他们无人机就是飞过来。各位，他们当场看到用很慢的速度，然后下来，砰的一下就把这些所谓的散热系统全部打坏了。然后全部打坏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情跟台湾求救，所以我们台湾有4间大厂，瞬间派出了几十名的工程师就出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各位是真是假呢？目前来看是真的。所以就现在来看的话呢，台湾包括了电源的，我们不指名公司散热的公司赶快去救。那救了之后，他们目前说赶快叫料等等的，大概修复的时间需要到1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可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标准型的打蛇打7寸。那为什么呢？无人机如果去攻击它那个水泥系统的话，打不破。它是穿不破的所以就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做这一段的小总结什么叫做这一段的小总结呢？本来美国跟以色列他们在军事的实力，在科技的一个实力，我们说真的是远远超过于伊朗。可是伊朗各位难啃啊，为什么难啃呢？伊朗的一个国家非常非常大，伊朗的人口9300万，伊朗它到底有多少的军武，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是藏在地道当中。但就现在来说的话，决定权控在停战的决定权控在伊朗的一个手上。就最简单的，现在美国说陆军要进去，各位，单水面上那3000多颗的水雷，谁来处理？所以一时半刻，很多人都想说战争要结束，战争要结束，没有想到星期4的一个早上，川普的一个演讲，真的是给全世界狠狠的又扇了一巴掌所以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还是乱。所以再跟各位谈目前可能停战的决定在伊朗的手中。好，停战的决定在伊朗的手中，但是目前最不想停战的国家是谁？是以色列。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持续看到，那美国跟以色列又持续的在发动攻击。刚刚讲的都是前面伊朗不断的发动攻击，但是美国跟以色列最新攻击的目标已经打到了伊朗它的民用设施里面去了。当然了，引爆的就是伊朗现在内部全民动员，包括了这个总统，我们看到画面了，总统跟他的外长现在是也不担心被攻击嘛，他们就直接走到人群里面去强化这种全民抗战的氛围，在伊朗已经全部掀起来了。那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他也最新发表言论，他说呢，在对这场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他也坦言，确实啦，以色列
也造成了不小的代价。但是他认为说，伊朗已经不再构成生命威胁了，这个是在为自己找退路吗？为什么这么讲？那赖老师又怎么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伊朗的政权的一个结构，跟美国、以色列这一次的攻击有没有产生这个正负的一个效果啊？原本美国跟很多国家、很多的所谓的专家都误判，认为说这一次以色列跟美国的攻击可能会让他的反对派起来，就把这个政权推翻了当时川普也是这么说嘛，川普也特别说：“哎呀，你们这个要走上街头，接管你们的权利取代你们的政府组织，就等于是推翻嘛。那我们美国的军队马上就来了所以你们准备迎接王室的到来。”这个当时美国的川普也是这样做判断，但是《纽约时报》讲了一个很实在的话，说反对伊朗政权、想把伊朗政权推翻的大概就几百万人，可是伊朗有9300万人那你就几百万人，等于是8000多万人，他并没有要把伊朗的政权推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伊朗的民众里面有没有很多对政府不满的？很多不然的话不会一口气就这么多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只因为手机变贵了物价变高涨了，然后就有很多人走上街头，对政府不满，对国家不满，但是不到要推翻的地步，这个至少有几千万人跑不掉。可是问题就在于，当这次美国跟以色列把小学的小孩子杀了，炸了这么多的民用的设施，炸了这些发电站，炸了这些连续1个多月来的国际上的不正义之战，也就是没有经过联合国同意，没有经过国际社会，违反一个国际法，去侵犯一个国家主权，然后去杀害孩子、杀害人民的这样的一种行为，这个伊朗人民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换言之，也就是说，只要谁站在美国这边，谁就是叛国贼。那包括在海外的伊朗人，他们的声音也没有了，因为他们如果在支持美国政府去杀自己的人民的话，他们就是背叛伊朗人的叛徒。在国内要求要把政府推翻的，就是跟美国、以色列勾结的叛徒、叛教者。那你想，是不是美国跟以色列的这1个月的军事行动，刚好帮伊朗的革命卫队巩固他们的政权？也帮小哈梅内伊巩固他们的政权，所以现在还有人幻想说，哎呀，他们要推翻他们的政权，这些人就是完全不了解伊朗，不切实际，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这场仗已经打不下去了，他也没办法再拉住美国的手了。为什么？因为他内部的经济状况出了很大的问题，他的 GDP 已经退了大概8.75左右，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的财政破口越来越大了。他又追加这个军事预算100多亿美元，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的财政收支不平衡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所以经济状况越来越差，财政收支越来越严重，打的到现在没有任何效果，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再加上国际间被孤立，还有就是美国也想撤的情形下，你如果说再拉住川普说你就是给我硬干到底的话，那坦白说，你触到白人的那一条底线，那在美国的犹太人，他基本上没有生存空间。美国的犹太人能够吃香喝辣的，是因为白人的那个底线不能碰触。可是当白人要翻脸的时候呢，你犹太人还是要乖，你的底线就在那里，你可以吃香喝辣，但我要翻脸的时候，你如果再碰我的底线，那就翻脸了。翻脸在美国的犹太人会很惨，所以美国的犹太人自己也清楚知道，他是只有 money， 只有权，只有钱。可是，一旦他没有军队，他没有武力，一旦白人翻脸的时候，那就是把你抓起来了。那法律可以制定，可以把你抓。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以目前来看，内塔尼亚胡也知道他拉不住，也不该拉，也不应该拉，所以他现在要配合川普，就是说您决定，您是老大，您说了算。所以您会发现，他那个内塔尼亚胡现在的讲话越来越软调。越来越改掉，而且他也知道他在国际间孤立，所以他就说：美国你老大，你川普你决定，你不打了我就不打，你要打我就继续打，反正您说了算。所以您会发现内塔尼亚胡在为他自己准备一个下台阶。不要忘了，他把他的太太小孩都送到美国去，他也在准备自己以后要跑路吧。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我们来持续关心川普说的这个史诗级的狂怒，这个是虚张声势吗？我们也要来看到的是美伊的战火在升级之下，现在呢，海湾国家首个国家他宣布他也要参战了，可能会来参战的就是阿联酋。那阿联酋他一旦参战了，其他的海湾国家会不会也看到他们觉得这个美国已经不可靠了，决定一起跟着阿联酋来参战呢？今天我们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的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就在美东时间4月1号，台湾时间的早上9点整，川普发表了这一场长达19分钟的全国演说。好，当然了，大家可以想象到的是，他一定又在这个演说上面不断的吹说自己做了多少事情，那有多大的一个胜利等等。他把这个他所做的这个攻击包装成一场干净利落的闪电战，并且呢，他说接下来2到3周的时间，美军会对伊朗来展开极度猛烈的打击，要把伊朗打回到过去的石器时代。川普赶快也来看到，他列出了哪一些，他说都是自己所做出来的战果。首先他说，伊朗现在的海军已经灰飞烟灭了，空军也是废墟，国家领导层遭到歼灭，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系统被瓦解，还有飞弹与无人机的能力已经大幅的削弱了。真的是这样吗？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也来帮我们看一下他所说的战果到底达成了多少。立刻呢，我们看到路透社是直接打脸了美方哦，他说美国其实并没有单方面的碾压，反而呢看到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持续在波湾跟以色列发动各种的攻击，以色列也针对德黑兰的政权据点持续的打击。他说双方啊现在仍然在持续的交火，这是来自于路透社最新的一个回应。那么《华尔街日报》也立刻揭露了，说川普啊在自家社群上面说呢，伊朗的新任领导已经提出停火，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也是假的。再来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最在意的石油问题，他这一场演说上也有做了一些回应。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他说，美国未来不会再从荷姆兹海峡进口1滴的油了，还呛他的盟友们说，好，你们要油可以啊，但是你们自己去夺，自己去抢，自己去保护你们的油，不然呢，你就是跟美国来买油。然后呢，再来就是看到了，其实现在这个媒体也特别点出了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但是川普他根本就没有要解决，就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油价狂飙，民众苦不堪言，川普都没有解决，还有包括了这个经济上面，在战后的一个经济的后果，通通都避而不谈。好，更严重的问题我们要来看到了，现在呢，这一些传统的共和党的人对于川普开战，最新民调支持率暴跌了48%，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所以我们特别来看到说这一场演讲，赖老师怎么看？那对于传统的共和党人，对于川普的支持度暴跌48%，对于接下来的选情，赖老师又怎么看？哦，这影响很大，对于川普的选情，还有最主要是共和党的选情的期中选举嘛，11月份马上要开始了。他本来就没有民主党的票，独立选民啊也很明显的不再支持他了啊。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看到No King 的活动里面有3200场，超过900万人。第一次的活动在去年6月发生，500万人参加而已。第二次的活动在10月发生，700万人。这一次就已经超过900万人了。然后第一次的活动就在大城市，这一次的活动是已经到社区了啊。第一次的活动大部分都在兰州，这次的活动不但到红州，而且到摇摆州，像宾夕法尼亚这个地方都已经动了过去川普在宾州里面拿到的一个小社区，他的这个选票是拿到6%，可是这次走上街头的人数不在少，这都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就是说，民主党的、独立选民的，甚至连很多的共和党人都跳起来反对。所以共和党的大咖他们自己都跳出来说，情况危险了，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情况再走下去的话，他们在这一次的期中选举稳输无疑，稳败，不但是参议员败、众议员败，甚至连州长有些部分的州要改选，都可能会败。那如果国会里面参众两院都败的话，这个对于川普来说是绝对不但跛压，而且还会面临被弹劾的问题。
那你想对川普来讲怎么办？川普就必须要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赶快下车了。可问题是他现在下不了车啊。那下不了车，因为最早他的任务，他认为伊朗很容易屈服，所以我只要让你屈服，你就愿意跟我谈和。那怎么样让你屈服？最好的方法就是斩首行动。那斩首行动成功了，可是伊朗没有被屈服啊，因为他们的接班人马上就上去了。那杀了那么多人，接班人上去，斩首行动没，那现在他该怎么办？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因为伊朗已经很明显的，我不给你下台阶，我就是不给你下台阶。第二个，他回过头来找盟友，可不可以给我下台阶？例如说，盟友都拥在他旁边，那就代表他战争还有正义性嘛。结果他的盟友都跟他保持一个距离，是这个欧洲，整个欧洲北约都说这不是属于我们的战争，我们不愿意介入。那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显得越来越孤单了。所以他在国际间被孤立，他在盟友间被孤立，他在国际法上站不住脚，他在联合国没有得到授权，所以他是一场不义之战。这么多的负面的新闻全部都出来的时候，然后伊朗还是坚持不给他下台阶，他到底该怎么办？他给自己下台阶嘛？我赢了，我赢麻了。我就是胜利，你怎么说？政权更迭的，你政治学家再怎么出来说，这不叫政治更迭，那是你家的事，我说了算。对，我说政治更迭的政治更迭，好。我说海空军被摧毁了，你要说海军还在呀？不，我说了算，海空军被摧毁了，无人机已经没有了，还在飞啊？没有，我说了算，没有就是没有。导弹还在打啊？没有，它被我削弱了。那核武呢？没有了，他现在短时间做不出来，不然你叫他打一枚看看，他就是做不出来嘛。所以他现在是绝对没有，将来也不见得会有。好，所以我全部都胜利了。那你说，可是你讲的都不是事实啊，没有关系，我胜利了。所以他给自己准备好下台阶。那目前来讲，就是怎么样拍一场大戏而已。所以我相信他的好莱坞的导演跟摄影师都派过去了，到时候登陆的时候就拍一场大戏，轰炸的大戏，登陆的大戏，南岸登，北岸下，刚刚好结束，是开心的不得了。拍大戏，拍完了以后在影片上放，川普第1名，胜利了。胜利。好，川普他自导自演的自己拍的这场大戏，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如老师刚刚帮我们看到了嘛？这盟友不赏脸，尤其现在是在荷姆斯海峡的问题哦。川普还说呢，要这些盟友自己，你们要油的话，要么跟我们美国买，要不然自己去抢油好了。接下来怎么解决？宽哥怎么看？川普是呛英国啦，就说你们缺油哦，你们就自己去荷姆斯海峡自己去护油哦，自己去抢哦。那我们要把这个大架构现在跟各位谈清楚哦。美国是全世界出口油最多的国家，但也是进口油最多的国家。那可能很多观众会说，奇怪了，他干嘛干这种事呢？这要谈论到政策的问题哦。在科技还没有那么发展的一个时代，1950年代的时候呢，那时候的想法是油有一天会用完，所以美国我们就不凯自己的油，我们有钱嘛，我们就跟全世界买。那时候跟谁买最多呢？跟委内瑞拉买最多，所以美国他们在波斯湾所有的炼油厂，那个都是重流质的炼油厂。简单的说，那个油厂没有办法炼中东的油，所以他说他不买中东油，是因为油不一样，油有分为轻质油跟重流质油，这个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因为那时候对伊朗经济制裁的时候，有4个国家是划外的，就是说你不能够把它完全打死，所以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是可以跟伊朗买油的，伊朗的油很棒，是轻质油，所以我们台湾的中油，我们台湾的那个台塑的油是很好的油。那为什么呢？很好炼。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讲到这个之后，就要谈论到全世界的一个局势了。没有想到有一天，美国它出现了页岩油，它又发现了很多的一个油井，结果连以色列都发现油井。以色列目前外海发现的那些油井，据说目前已经开了3座，未来还会开5座到7座，所以以色列未来130年的油，各位。自给自足绝对够，加上他们有很强大的一个能源系统。那谈论到这个，很多人就会说，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油很重要。各位还记得吗？1月份的时候去委内瑞拉，为什么抓马杜洛呢？川普他也不遮，他就2只手一伸all the gasoline 全部都是为了石油。那今天他也没遮哦，他今天那个19分钟的演讲当中，他还是谈石油哦。但现在油就麻烦了，为什么油是麻烦的呢？例如说我们在亚洲的话，因为我们距离中东近，而且长期我们的油都是用中东的油，用习惯用好的油，所以我们拿到困难的油，我们没办法炼啊。各位，我们没办法炼，韩国也是，日本也是。那过去日本他们用萨克林线还从俄罗斯可以来，可是后来俄乌大战也被砍掉了，所以未来怎么办呢？简单的说这是一场大棋。什么叫这是一场大棋呢？
未来的买法全部都要改变。未来的买法就是不能再从中东进包括6成到7成的油了。未来要各地同时来买，可能要排说跟那个足球赛有点像啊，就排3331。或者是432，或者是反正就要有不同的替代法则。那我们来谈谈目前台湾的策略哈。台湾的策略，卓荣泰院长已经说了哈，我们目前5月底前，我们不缺油，我们也不缺天然气，但目前缺的是塑胶袋。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溢价，我们就溢价去买。那当然溢价去买，中油承担，后来还是要全民来补贴。我觉得这个倒是小事，但有一件事要来跟各位做提醒哦，分批购买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呢？日本跟韩国的半导体厂现在是哀哀叫啊。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特殊气体拿不到。那很多人就说，那为什么台湾的台积电没这问题呢？各位，原来这个问题在2022年就发生了。2022年那时候，因为俄乌大战的过程当中，很多半导体需要的特殊气体从哪里来？天然气提取的过程当中，分离油气，冻到零下270度，把很多不同的气体炼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的氦气。然后呢，很多的钢铁厂他们在炼钢的过程当中会分离出很多特殊的气体来，这些气体一一的慢慢收集完之后，就可以给半导体厂用。但俄乌大战那时候出现一件事情，有钱你都买不到。所以我们台积电那时候就想说，不行了，该贵要给人家贵，所以台积电就分开购买。所以这次台积电说得很清楚了，台积电说我们目前的气6个月通通都够。结果韩国说，哎呀，可不可以一点点分我们？可不可以再暂时啊，还分你们啦？韩国说他们的气目前只能够撑2个月，原因就在这边哦。但就未来来说的话，如果美国他们是出口油最多的地方的话，这次在战争当中，当然它战争也花了很多钱，但这是有很多国家是紧急去跟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跟澳洲买油跟买天然气，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水很深。未来的国际局势会怎么变，都看战事未来会怎么变化。能够停战最好，如果不能够停战的话，油一直上去，全世界的景气受损，股市会跌。那各位，你的口袋都变少了，你会支持这场战争吗？好，我们现在看起来，川普就是打到现在，其实也已经不管了，就撒手，然后让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问题自己去给盟友们自己去解决，自己去想办法去承担后续的风险等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的是说，这一些波湾国家一定是在这场战争里面看在眼里，他们认为说美国已经不可靠了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首个国家现在准备参战了。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国家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披露，说是阿联酋啊，接下来要协助美国了。阿联酋呢会成为第一个在遭到伊朗攻击之后正式加入参战的波湾国家。等一下请将军来帮我们盘点一下他的军力到底如何？现在根据最初步的了解，中东它这边算是最精锐的高科技军力，主打防空跟这个空军。然后呢，它有配备 F-16跟萨德系统等等，也有实战经验。重点是它的整体兵力大约是58000多人，其中陆军是最多的，等于是一个有钱又能够打的海湾国家。那其实，在它这样的消息一传出来之后，伊朗它是立刻就攻击了阿联酋，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攻击，共造成11人死亡。将军怎么看？其实阿联酋这个国家哈，它土地面积大概有8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1017万哦，可是它人口88%是外来的人哦，不是都是他们阿拉伯人哦，所以你认为这个国家它会团结吗？你再看这个名称哈，阿联酋为什么叫阿联酋？阿拉伯联合酋长共和国哈，就是很多个部落聚集在一起，我们组织一个国家，所以各部落有各部落的想法。当然，这个中东地区不只是阿联酋了，包括到科威特哈，包括到卡达这些，包括甚至于沙特，这些都是王公大爷的国家。我跟各位报告，只要有钱就不会想打仗哈。这个阿联酋哈，它的武器装备我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非常的豪华哦，它那个阵容非常好。它除了空军来讲，它除了有 F-16的战机有77架之外哈，它还有幻象战机哈，有57架。除此之外，大家很压抑，它还有 F-35战机，还有50架，你说豪不豪华？那地面部队来讲，它的战车哦是法国这个第一线的战车哦，叫做勒克莱尔战车。除了这种战车是主力战车有390辆之外，它还有 M1 战车，也是美军都是第一线级的战车。那当然，它在这个地方海军其实海军实力也不弱了哈。所以说它的装备确实是非常的豪华。可是你要知道哈，这个你说如果说是要打仗的话，他是完全没有作战经验。但你反观哈，
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它从不要说以前它是波斯帝国时代，就说近代来讲的话，它刚打完这个两伊战争，它两伊战争打得非常的激烈，那到最后人海战术都打出来了哈。所以海湾国家不只是这个阿联酋哈，这个现在他出来讲说要协助美国参战，我觉得最大一个可能就是怕美国脱身走了，那没有关系，这个小弟我继续加入你的行列，继续来帮你打。这有一点像什么？就是有一只这个大狼狗带了一群吉娃娃哈，那大狼狗被打败以后，被咬伤以后，这个吉娃娃在后面帮忙这个呐喊哈，这个我来帮你打，我来帮你打。不是我瞧不起海湾这些国家，我跟各位讲哈，这个第一个我们讲这个海湾这些产油的国家，科威特，你知道那时候那一年伊拉克打他用了多少时间？就整个国家被伊拉克并吞掉嘛？大概6个小时啊，从早上出发到中午，连走路都比走路都还快。中午12点他就彻底投降了。我们讲沙烏地阿拉伯好了，沙烏地阿拉伯它的装备也非常的精良，但是它的油田经常被这个胡塞无人机攻击，最后靠谁来保护？它也是靠甚至包括我们台湾那时候都组织大幕远征队去帮他保护他的油田，他也跟中国买他的这种无人机打无人机的装备哦，叫激进狩猎者来保护他油田。所以海湾这些国家，我觉得他如果说是要这次讲说阿联酋说要帮美国打仗哈，其实是要把美国拉在这个地方，你不要走，小弟我帮你撑腰啊，你不要怕，我继续帮你。但是那种场面确实是，如果说看在懂得军武的这种军事的这军迷眼中哈，真的是笑话一则。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关心到的是这个伊朗啊，川普啊吃瘪要撕开北约。我们今天也会来看到的是他怒呛要退出，逼出欧洲自己上战场。但是我们看到英法这些盟友他们并不吃这一套，西方体系全面的崩解吗？今天一起来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现在呢最新的说法是说，川普痛批北约，他认为北约根本就是纸老虎啊。所以呢，其实川普目前是有在考虑是说要不要美国干脆就退出北约好了。当然了。其他人就跟着附和了，是包括了赫格塞斯国防部长跟卢比欧都说呢，不排除退出北约，并且呢施压欧洲这些盟国替荷姆兹海峡说，你们再不帮忙护航的话，我们美国就要退出北约了。那川普真的持续的痛批他的盟友，认为说这些欧洲国家是很无能的。他说了哪些呢？他讽刺英国的航空母舰就只是玩具而已，说英国你要油的话自己去抢吧，还说呢。施凯尔啊，真的是非常的懦弱。再来就是针对法国了，他说法国也是非常的没有用，警告美国会记住这一切的。德国呢，他也呛德国，乌克兰战争也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还不是照样帮你。再来针对西班牙，他就说呢，我们接下来会采取对你的贸易措施作为回应，会考虑切断我们彼此之间的双边贸易。他也骂韩国，说拒绝护航荷姆兹海峡。并且骂日本，说日本你应该要去护航的，并且强调你这边有90%的石油都可是依赖荷姆兹海峡啊。针对格陵兰的问题，他也这边说了，加拿大他这边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口水啊，他说加拿大要让它成为美国的第51州，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一直不断的在得罪他的盟友。好，针对这些说法，我们看到说川普说要退出北约，是立刻有人反对了，他是共和党的参院大佬。他是麦康奈，他结合了民主党的参议员2个人一起来对川普呛虾，联合声明呛说，北约是一个史上最成功的军事联盟，怎么可以退出呢？过去70多年来，一直都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安全基石。华尔街日报也点出了，总统如果你要退出北约的话，法律上没有这么简单的，需要2/3的参院同意才可能退出。这个才可能，或者是国会通过这个新的法案。赖老师怎么看？他不断的拿盟国做威胁，还有这乌克兰的问题勒索，能不能奏效？当然不能奏效。我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去见习过啊。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分成2部门，一个是军事部门，一个政治部门。我那时候是在军事部门见习，我们参加了欧洲的北约的一些军事会议啊，我也在欧洲的国防会议去出席开会啊。当时是以专家的身份进入欧洲的国防会议，跟他们讨论整个国际的战略局势。我也在法国的国防高等研究院参加过他们的这个沙盘推演，打了2个多礼拜那时候都在研究欧洲的战场。美国怎么可能会退出北约？不可能的。你看，川普叫了半天，赫格塞斯叫了半天卢比奥也叫了半天，可是你没有发现没有一个北约的国家出口说不要退啊？没有一个国家挽留这代表什么意思？不是他们不想美国留在北约，不是，美国在北约很重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整个军事的部署结构跟营区，跟我们台湾的清泉岗是有点类似的。那也就是说，按照美规来建立的，都是按照美规，跟欧洲的军营不一样。我到欧洲的国家，例如说到法国或是其他国家的军营，跟到这个布鲁塞尔北大西洋公约的军营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结构因为一个是按照美规建立起来的这个军营的方式，跟他的这个办公室跟沙盘推演作战指挥室，一个是欧洲的这种传统的以这个大石块建立起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为什么我会说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跟美国人说不要走，就是因为都知道他不会走，他在撒娇。你知道吗？他在撒娇，说我要走，我要走然后你们留下我呀，留我，今天没有人留他。那但是他到最后会不会走？不会。我为什么会很大胆的跟各位报告？第一个就是，如果美国真的退出北约的话，那美国在欧洲的这些所可以使用的军事基地以后都要付费包括在德国的军事基地。还有意大利的、土耳其的、波兰的，还有波罗的海的这些所有的军事基地，它全部都要撤走，这第一个。那它未来能不能使用，要经过当事国的同意。你要经过当事国的同意，一个外交要协调、要折冲；第二个，人家会说我的风险在哪里，然后你要给我钱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您不要忘了，他这段时间一直以威胁要撤出北约的方法，逼迫欧洲的国家把它的防卫预算增加到3.5%到5%。那增加这么多的国防预算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因为你必须要向我买武器，所以它是他的武器。所以你会发现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尤其是小国，他们用的武器都是美规的武器，不是欧洲的武器。欧洲的大国像法国，他就用自己的武器。可是问题就在于，如果美国撤出的话，那欧洲的欧盟就会说，我们的军事组织我们建立起来，我们就按照现有的规模，我们建立起我们自己欧洲的军事组织，然后我们以欧洲优先。那你买武器装备都要买我欧洲的。那美国跟欧洲的武器装备一旦断了以后，后面的假设欧洲的国家开始买的都是这个法国的、德国的坦克、法国的战机法国的战舰、法国的潜舰，那他们跟美国的切断的话，美国的后勤补给慢慢的就没有了嘛。美国少了欧洲这么大的一个军火工业市场，那很惨了。最后一个就是你的军人不在欧洲的时候，你的影响力衰弱的时候，你的商品贸易、货物、好莱坞的电影都没有人看了，你损失才惨呢。美国人会走才怪，我敢保证，美国人不用任何人留，他说我还是要留下来绝对不会有人出来挽留，他还是会说我不走了。所以欧洲似乎早就已经知道是说美国他不可能要退出，不可能会退出北约的，因为这个对于美国来说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那确实。这个时候呢，欧洲国家就出来呛瞎了。那出来呛瞎的就2个国家，一个就是英国，施凯尔说任何杂音不影响我们的决策，他其实就是暗讽川普啦。那然后再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了，暗讽川普说只会不知道又突然间何时又伤害盟友，是难以预测的。现在其实欧洲内部确实也在考虑是否去美化来讨论自主的防卫能力，但是欧洲。如果真的没有美国的话，他们也准备好所谓没有美国的北约吗？那厉将军又怎么看？
我们先讲美国为什么要参加北约。你看，美国一边是面临着大西洋，一边是面临着太平洋，所以他不希望战火烧到他自己的本土。所以在大西洋这边来讲，欧洲这边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当时的苏联，所以他参加北约就是防止苏联如果说是控领整个欧洲来讲的话，战火即将就会烧到他的大西洋这一岸。那另外大家注意到，其实，在太平洋这边来讲的话，他也一直在扶持他的小弟日本，就是希望说是把中国挡在这边，那把日本当做日本跟韩国当做他的这种在太平洋这一线的防卫力量。所以美国之所以会参加北约，是因为当年的苏联不要让战火烧到他本土，但是美国在北约也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到现在北约的军费大概有70%是美国出的所以包括到真的欧洲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英国等等这些国家确实是这个军费负担的很少。所以川普以他商人个性，他当然不服气啊，对不对？大家是盟国，为什么我付70%，你们只付30%，而且你们都在赚钱？你知道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德国莱茵公司它是出产它的这种豹式战车，很有名吧支援乌克兰战争，但是它的豹式战车，你知道德国只有几辆吗？200辆。这200辆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在俄乌战场上面连塞牙缝都不够，光打掉的就上千辆战车。那你德国200辆，你怎么去应付？如果说一旦真的俄罗斯对你欧洲的本土发动攻势来讲的话，你德国、法国根本就挡不住俄罗斯的攻势，所以他们必须要靠美国。所以因此，川普在那边讲说，你们要提升你们的这种国防预算经费到 GDP 的5%以上。但是第一个反对的就是西班牙。其他国家也都是虚与委蛇。那你说德国跟法国这些国家，他们有这么大一个军工产业，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卖军火，他们不是卖的是自己国防用，他们是拿来卖军火。其实欧洲北约里面武力最强的反而是哪个国家呢？是波兰因为他们面对第一线，可能面对俄罗斯的攻击，所以他们反而来讲军备比较强。那你看越后面西欧这边国家，它反而没有那种威胁。所以如果说那北约其实在要不是这场俄乌战争法国马克宏自己也亲口讲过嘛，这北约已经老死了已经变成植物人了。那还好有一场俄乌战争，那北约才开始又复活起来。所以我觉得川普以川普个性来讲的话，我认为他确实是有这种想法他觉得说你们这些盟国都在占我便宜，那现在打仗了，就你们也不帮我打，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在前面这边，然后去面对打通荷姆兹海峡，你们在后面坐享其成所以他就讲这句话嘛，要油的话你们自己去抢，对，最难的部分我打完了，剩下你们自己抢。那你们如果不敢去的话，那你来跟我美国买，他最后还是要做生意，还是要赚钱。是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呢，非常的不满北约，觉得北约一直在吃他豆腐。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目前有人站对美国的唯一国家，当然就是以色列了。那以色列最新呢，他已经说要全面终止和法国的国防协议，看起来就是要站对美国啦。因为对于英法不帮忙美国打伊朗这件事情，他感到非常的不满。美国现在是不是在自己瓦解他的同盟的体系？全球格局接下来如何重组？那康哥又怎么看？简单第一个法国的话不用听法国马克宏快下台了，6月要选举了法国还有的乱了，所以法国就先摆一边我们来谈一些比较新的一个事10天前，韩国突然间慌了，为什么呢？目前保护首尔的那一套叫萨德系统那萨德系统呢，因为那个是美国的，美国说我就放着给你用。结果呢？美国说现在中东很需要，那我们现在很急，所以就把萨德系统给拿走了。拿走之后，李在明呢连挨都不敢挨，那为什么呢？你也没挨的义务嘛，那也不是你买的，那人家捐给你的嘛，就搬走了7天前，欧盟有一批已经拨款的钱跟美国，那美国那个钱呢，那个军武呢是要到俄乌战场去的。结果呢？美国说现在中东很需要武器，那真的很需要武器据说单现在爱国者飞弹已经打掉1000枚了。1年只能够做600枚现在已经打掉1000枚了，所以就把欧盟的武器又搬过去。所以现在呢，全世界各位都在看中东可是这时候看中东的时候，大家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因为刚才2位包括将军、包括老师都在谈川普头脑在想什么？各位，川普是一个自我利我主义者，所以川普学派的部分的话，他们谈论到了一个就叫做川普主义。那川普主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你做朋友，我们中间只有利益。那利益当中呢，我们就要来选。
你对我好，我就会对你好啊。你对我不好的话呢，我一定会狠狠的还回去。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早上特别在星期四早上，你就看那个川普的演讲。川普的演讲我大概看了5分钟，我大概全部他讲什么，我大概就猜完了哈。美国军人好厉害，这场战争我们会赢。美国科技超棒棒，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经济没问题，不会有通膨。再来的话呢，我们会在未来取得胜利。结果后面他讲的那些话让全世界动荡嘛。他说未来的2到3个礼拜会给伊朗地狱般的一个攻击，所以这段话的话，后面台股后来就大跌了600多点嘛哈。但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件事情哦，过去欧洲很重要，现在其实欧洲也重要了。如果我们把经济体一个一个拉出来的话，美国现在是最大经济体嘛，第2大单一经济体的话，各位是欧盟。那第3大单一经济体呢？现在中国跟印度都在抢，两个人都说它是第3大或第4大，那没关系啦，反正2国就调来调去哦。但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哦。在过去19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大的敌人叫苏联，各位还叫苏联哦，不是俄罗斯哦，是苏联。那个时候雷根的策略就是跟柴契尔夫人，这个随便你们怎么翻译都可以哦，结盟。所以那时候美国跟英国的关系非常非常好。可是现在呢，目前来看的话，俄罗斯以现在全世界以经济体来说的话，各位它连前10都排不上。但当然军事它有一定的一个实力哦，所以这边可以先放下。所以它目前未来的目标，各位主战场在哪边呢？可能是在西太平洋。那西太平洋的部分的话，我们这次从川普跟高市早苗这次到美国去的一个会议当中，我们就可以判读未来的川习会中国的采购金额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贸易额。那为什么呢？高市早苗这次到美国去之后，单采购额买了762亿美元的各式商品，这当中还不包括核子的电力跟科技合作系统哦。目前的 SMR 就是小型的模组化的核子反应炉，这个未来的一个发电模式，他们说他们未来还要提300亿到400亿美金的一个合作案哦。所以就现在来说的话呢，主结构架构从过去的欧盟的一个架构是往整个西太平洋在前进的，这是第一块。但我们要跟各位谈论到，就是说目前以美国来说的话，正在主动瓦解自己的同盟关系吗？对，为什么是对的呢？我们来说哈，现在连加拿大跟墨西哥都懵了。过去是谁提起所谓的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美国那时候可以从这2个地方取得更多的人力，取得更多的资源，取得更多的零件。就现在呢，川普上来了，第一件事情桌子一翻，说翻就翻啊，你的宾德啊。那宾德现在后面该要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就边走边看哦。但后面我跟各位说，这个有解方，你知道怎么解吗？因为很简单，川普他已经是第2任了。川普现在已经做超过1年半了，所以大家的想法就是未来的2年半先忍过去。但后面美国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2天大家在讨论的，美国现在的国债已经来到了35兆，接近36兆了。单那个利息成本都会压死它，所以美国现在很简单，吃这个也养，吃那个也养。可是现在就要先解决中东的问题，所以同盟的问题就先不想了，中东问题先解决完，后面同盟的问题一步一步的再来想。5月的川习会之前，中东问题能不能够解决，就看中国能够丢出多少的诱因来了。好，谢谢宽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持续关心到的是中国现在帮川普收拾他的烂摊子嘛？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这个中巴提出来的5点和平倡议，打造希望中东能够有一个全新的秩序。另外一方面，在这场战争当中，等一下会来特别看到的是俄罗斯成为里面最大的受惠者，现在狂卖石油哦，还修理日本不卖石油给日本，怎么回事？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荷姆兹海峡现在是站在能源的危机边缘，在此刻突然间，终于是有中国大陆的角色突然间出手了。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呢，跟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在北京发表了共同的一个宣言，他们说接下来要恢复海湾和中东和平稳定，一共是5点倡议。稍微来看一下细节，中巴呼吁是立刻赶快停火，启动和谈，并且呢，让伊朗跟海湾国家的主权领土能够完整，国家独立，确保非军事
的目标安全。再来就是还有这些海水淡化啊、电力啊、核电厂都要稳定的发展，不能受到攻击，并且确保所有航道的安全，还有呢，确保联合国宪章它的地位。所以节目一开始也特别请教赖老师了，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出手，并且刚刚提出来的5点的倡议，接下来能够打造新的中东秩序吗？有没有一些效果？赖老师怎么看？5点倡议，我想是不只是中东地区，或者即使是非中东地区也都会同意，也都会支持的。但是它不容易操作。为什么不容易操作？理由很简单，第一个就是伊朗要的是全面停战，而不是暂时停战。暂时停战对伊朗来讲，他会担心考虑，这个刚刚这个闵宽兄他所提出来的有关于美国的这个爱国者或者是防空导弹的生产能力。那一旦如果美国它恢复它的生产能力，然后能够满足这个以色列或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需要，它恢复了防导能力的话，那伊朗的穿透力就会减弱，它的军事产生的毁伤效果就会减低。所以对伊朗来说，它不要暂时停火，它要的是全面性的永久停火。那这个就不容易操作了，因为他也会担心说你是这个对于伊朗对于美国跟以色列是有利的。这个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于，例如说你提到航道安全，航道安全，我想这是全世界都共同的主张。那对伊朗来讲的话，他说我现在已经被我封锁了，那我要交出来的话，你要拿什么来交换？所以不是过桥费的问题，过桥费可以不用收，但是问题就在于要解除对我伊朗的所有的制裁。如果美国不解除可以，那美国就是不能通过。以色列不解除可以，以色列就不能通过。但是所有的国家如果都解除制裁的话，你都可以通过，不用付费。但是你要解除对我的制裁，我想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操作上可能会有困难，但是这5点主张应该会得到全世界除了美国跟以色列以外所有的国家的支持。但是我觉得要过桥费这个部分，通道的部分要拿什么来交换？好，那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宽哥。另外，为什么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出手，跟油价有没有关系？还有这个航运大乱有没有关系？现在全世界都说是 G2 啦哈，那 G2 的话就是2大强权。那目前2大强权的话很简单哦，现在全世界大概不会有异议，就是美国跟中国。那美国跟中国这次以伊朗来说的话，其实来到这个时间点，中国一定要展现它的大国的一个角色。那为什么呢？一个一个来说哈，我们现在说谈论几件事情。打仗打了1个多月之后呢，因为荷姆兹海峡一直是封锁的嘛，但期间断断续续的，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国家的油船是可以过的？中国。那中国油船可以过完之后呢，后面呢，伊朗他们就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哦，他们就说，哎呀，我们穆斯林啊是非常讲究兄弟情的，所以我们有6个国家呢，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所以这6个国家呢，我们也会让它的邮轮陆陆续续的过去。所以呢，后面各位几艘邮轮过去了呢？22艘过去。这当中呢，带头的是中国，然后后面呢，包括了印度，包括了巴基斯坦等等的，这个就陆陆续续的就船就过去了，就成型了嘛。成型完之后，后面呢，那个时候的伊朗就说了哈，以后的船呢，其实可以过来谈，那当然要付一点过路费哦。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很尴尬，30公里。那30公里呢，10公里属于伊朗的，另外10公里属巴林，所以中间10公里能过。中间10公里能过3公里的地方又是中立区，所以各位左去右回，中间就剩3公里能够互通。那互通的过程当中，就算你是航母过，各位也没招啊。那为什么呢？不管任何的大船到中间都会变得非常脆弱，而且上面还有水雷，所以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回头来谈中国，中国最近有几件事情哦，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中国现在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 M 字型的一个经济。也就是说，他们的传统经济在这个地方是濒危的哦，包括过去的制造业，包括了成衣啊等等的，依靠人力很多的一个部分。但中国现在有一件事情是让大家觉得，怎么会这么奇怪、这么夸张？而且他们目前来看的话，还持续在向下修正当中。各位，电力为什么呢？全球都缺电，这个大家都知道哈。那目前以中国来说的话呢，他们就是第一个新能源车 AI。还有目前唯一说他们已经发展出小型 SMR 的就是中国，而且中国说他们已经拿到订单，那谁跟他买我们不晓得哈，这我们目前还在追踪当中。所以中国其实在大国博弈当中一定要有角色。那这次各位请注意看哦，美国跟
以色列去打了伊朗完之后，沿路要跟谁讨救兵？跟欧盟讨救兵嘛。那跟欧盟讨救兵，欧盟有理他吗？欧盟其实也没办法理他。那为什么呢？欧盟其实你如果仔细去观察，每个欧盟国家都有它各自的痛。要么就是经济有问题，要么就是人口的一个老化，要么就是政治上有很大的一个危机。所以简单的说，双手一拍，没办法。所以川普对欧盟很凶哦。可是各位仔细看，川普有没有对中国说出什么不好的话？没有嘛？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很简单，5月就要川习会了，2个 G2 的要坐下来，所以川普对中国只说了什么呢？我们要去你们家拜访，未来希望习近平跟彭丽媛也可以回到美国来回访，我们好好的来招待你嘛。所以这当中会有什么可以谈的？但现在其实川普会把目光放到中国的身上，那为什么呢？川普其实在星期四早上的一个说法已经很简单了，他想退场。怎么退场？如果这个时候中国能够摆出一个好的一个价值，好的一个楼梯，让美国慢慢的走下来，双方各退一步，原油的价格能够降下来的话，中国在这个地方它是有发言权，而且它是有敲动杠杆的实力的。好，中国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拥有了这个主动权哦，在这一场的战争里面，成为一个比较能够稳定的一个国家，稳定国际局势的一个国家。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讲的嘛，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其实现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受惠最多的就是俄罗斯。那俄罗斯它因为呢这个油价不断的高涨，所以美国已经放宽了，是说各国可以去买俄罗斯的石油，达到这个石油的制裁停止放宽，大约是30天。那确实现在很多的亚洲国家就去跟俄罗斯买油了，包括了印度、菲律宾、泰国、印尼、斯里兰卡，还有呢就是本来跟这个中东买石油达到70%这么多的南韩跟。另外就是跟中东买石油高达96%的日本，现在也求着希望能够去跟跟俄罗斯来买石油。但是呢，俄罗斯的外长是立刻放话了，对于这些跟我们不友好的国家的话呢，我们是不会供应的。他就是在对日本喊话。在俄罗斯里面获利的部分，大约一天呢，从这个中东战事收取的这个费用高达了7.6亿美元，光是石油这件事情成为了最大的赢家。那中东危机如何帮俄罗斯在这当中是否看起来可以解围吗？将军怎么看？真的是日本这次回力镖又打回到自己。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俄乌开始开战，日本就站队美国。那时候不止光日本站队美国了，包括欧盟、包括韩国、包括到新加坡其实还有一个国家就是我们台湾也一样站队。那时候都被俄罗斯列为不友善国家。那现在这个换俄罗斯拿翘了，因为美国开放，为了这个因为伊朗的海湾的油运不出来，那为了平抑油价，它就开放所有国家就不再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的禁运跟制裁啊，开放大家都可以去买。这个时候变成俄罗斯反过来变成他要卖给谁就卖给谁。那当初对不对？你们这个因为参加美国对我制裁，对我经济封锁，这时候看我脸色的时候，我不卖给你就不卖给我。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台湾是不是那时候被列为不友善国家？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跟俄罗斯买油？这其实跟我们比较切身有关的，我倒是蛮担心这件事情。那当然特别指明日本，是因为跟东北亚局势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日本自从高市早苗上任之后，到现在积极的想要恢复所谓他们的军国主义，所谓的无核三原则，他想要改变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看到中国跟俄罗斯在这方面来讲是积极的这种对日本采取这个反制的措施，包括到我们看到中国跟俄罗斯联合好几次的所谓的战备警巡的巡航，尤其是高市早苗第一次上台发表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论的时候，那时候俄罗斯跟中国，然后你看它空中的战备巡航，一个是走过日本的东边，一个在日本的西边。除了这个之外，俄罗斯跟中国舰队也好几次穿过日本的海峡。